春日的光线总是带着一种不讲道理的温柔，尤其是当它漫过老城区青砖老巷的墙头时，那种被岁月细细打磨过的质感，随便定格一帧都能自带叙事感。这次檀健次试出的 Michael Kors 春日街拍，说实话，第一眼看过去并没有那种明星出街必须气场全开的压迫感，反倒像是不小心撞见了谁家邻家男孩趁着好天气慢悠悠地出门散步。阳光穿过初升的树杈，在斑驳的墙面上碎成一片片跳跃的光斑。他穿着 MK 全新系列的蓝白调造型，就这么随性地穿行在烟火气十足的街巷里，没有刻意找机位，也没有端着架子管理表情，整个人透着一种今天天气真好，随便走走也挺舒服的松弛劲儿。这种氛围感真的挺难得的，现在的街拍往往太用力，恨不得把造型师的所有心机和品牌的当季重点全写在脸上，但这组片子偏偏反其道而行。私以为真正的春日感从来不是靠硬凹出来的视觉符号，而是人与环境自然交融后流淌出的呼吸感。看到这些画面的那一刻，我仿佛也跟着他一起被初春的微风轻轻拂过了肩膀，那种久违的不赶时间的慢节奏确实有一种不动声色的治愈力。细看这套造型，视觉重心毫无疑问落在那件蓝白竖条纹衬衫上。作为 Michael Kors 新季的核心单品，它完全跳脱了传统通勤衬衫那种板正拘谨的刻板印象。蓝白配色本身就是一种自带视觉降温效果的语言，清爽却不寡淡，像极了初春午后掠过街角的那阵微风，不张扬，但足够抓人。面料的选用也很见功力，细腻的棉质自带柔软的肌理感，上身之后既有恰到好处的挺阔度来撑起肩颈轮廓，又不会让人觉得被布料绑架。宽松的版型设计对日常出行简直太友好了，敞开穿能自然露出内搭的层次，单穿时随意挽起2-3颗扣子，袖口堆叠出一点不规则的褶皱，那种我没怎么精心打扮，但就是看着舒服的随意感就出来了。其实男装穿搭里最难拿捏的就是分寸感，太修身容易显得局促，太 oversized 又容易拖沓没精神，而这件衬衫的剪裁恰恰卡在了最舒服的那个区间。每次看到这种把基础款做到极致的单品，我都会忍不住感叹，时尚圈的返璞归真，往往比堆砌复杂元素更需要功底。这种不喧哗却足够耐看的衬衫，确实把春日男友风的精髓踩得稳稳的，让人一看就想去衣柜里翻出类似的单品，重新找回穿搭的轻盈感。很多人穿条纹衫容易踩的雷，就是视觉上太满，线条密度过高，反而显得沉闷压抑。但这套造型的高明之处，恰恰在于内搭了一件极简的纯白基础 T 恤。你别看它就是一件再普通不过的白 T， 在整体搭配里扮演的却是视觉呼吸阀的角色。它巧妙地中和了竖条纹带来的密集感，给上半身留出了充足的留白空间，让蓝白配色的清新度被成倍放大。领口微微露出的一截干净白边，袖口不经意叠出的层次过渡，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其实都是搭配逻辑里做减法的精准拿捏。说实话，现在很多人一提到穿搭，脑子里全是叠穿公式、撞色技巧、设计感单品，但真正经得起日常推敲的，往往是最基础的组合。一件质感在线的白 T， 配上剪裁得体的条纹衬衫，不需要任何花哨的装饰，就能把春日那种干净明朗的气质烘托到位。我越来越觉得，顶级的时尚氛围感从来不是靠高单价单品硬砸出来的，而是穿搭者自身的气质、状态与衣物之间产生的一种默契共振。当你不再被衣服牵着走，而是让衣物服务于你的日常节奏时，那种毫不费力的时髦感自然就流露出来了。这种化繁为简的智慧，放在任何季节都适用，也确实让人忍不住想为这种清醒的搭配观点个赞。如果说衣服是这套造型的骨架，那配饰就是点睛的灵魂。出镜的 Michael Kors Nolita 手袋选色相当聪明，温柔的驼色皮质与蓝白棉质衬衫形成了一种微妙的材质对话。皮革的温润光泽中糊了棉质的休闲感，让整体造型在随性中多了一丝轻奢的精致度。经典的包型没有做多余的线条切割，实用性和时髦感平衡的刚刚好，完美契合了 MK 一贯倡导的 Jet Set 理念，也就是那种说走就走、自在出行的生活态度。他把包斜挎在肩上，肩带顺着肩颈线自然垂落，既解放了双手，又给整体轮廓添了一笔利落的斜线。最让我心头一软的是包身上悬挂的那个小挂饰，那种带着点毛绒感或卡通趣味的小玩意儿，瞬间打破了轻奢单品自带的距离感。成熟稳重的包型搭配一点少年气的俏皮点缀，这种反差感拿捏得恰到好处。其实我一直觉得，配饰从来不是用来炫耀的，而是用来表达生活态度的。
一个懂穿搭的人会用配饰来平衡整体的重量感，一个懂生活的人会在细节里藏自己的趣味。这种不端着的搭配逻辑，确实很戳中当下年轻人对精致松弛感的追求，看着就让人心情明朗，也让人意识到，时尚的温度往往就藏在这些不起眼的细节里。整组大片最抓人的，说实话，从来不是某一件单品多惊艳，而是檀健次整个人与春日街巷融为一体的那种状态。没有影棚里打出来的完美光效，没有精心布置的造景，只有老巷子、斑驳的砖墙、被风吹得沙沙作响的树叶，以及他本人。他双臂交叉靠在墙边，抬眼望向光影落下的方向，发丝被微风轻轻带起，眉眼间那种不疾不徐的温柔，真的很有故事感。他迎着阳光在巷子里慢慢走，身影在树影间忽明忽暗，步子不紧不慢，像极了周末午后愿意花半小时慢慢逛回家的普通人。有时候他随意倚着墙，指尖轻轻触碰砖面的光影，垂下眼帘的那一瞬间，又能捕捉到一丝不易察觉的细腻与沉静。这些画面看似是随性抓拍，但每一帧都透着一种我在生活，而不是在表演的真实。我特别欣赏这种把场景当画布，把状态当笔触的拍摄手法。现在很多大片太追求完美无瑕，反而失去了温度，而这组片子偏偏保留了生活本身的毛边感，让人隔着屏幕都能闻到春天的气息。这种不紧绷、不讨好的自在状态，恰恰是当下最稀缺的情绪价值，也确实让人看得心头一软，忍不住想慢下脚步，去感受一次不被日程表追赶的春日。提到春日男友风，很多人第一反应是白衬衫、干净的笑容、阳光下的侧脸。但这组片子之所以能脱颖而出，是因为他没有去刻意扮演男友，而是把男友感还原成了一个人最日常、最松弛的模样。他没有对着镜头挤笑容，也没有摆出那些网红式的打卡 pose， 就是很自然地走在街上，偶尔驻足，偶尔发呆，偶尔被一阵风吹乱了头发。这种不刻意营造人设，不迎合大众审美的态度，反而让屏幕前的观众产生了一种奇妙的亲近感。说实话，现在娱乐圈里人设太多，精致到连呼吸都带着剧本的痕迹，看久了真的会审美疲劳。而檀健次在这组街拍照里呈现出的是一种卸下光环后的本真状态。他允许自己有点慵懒，允许穿搭不那么完美，允许光影在脸上留下不规则的明暗，恰恰是这些不完美拼凑出了一个活生生有温度的青年形象。私以为，真正的男友风从来不是视觉符号的堆砌，而是一种情绪上的安全感与陪伴感。当你看到一个人在镜头里自在的像在自家客厅，那种治愈力自然就穿透屏幕了。这种真实感比任何精修图都更能打动人，也确实让人忍不住想多看几眼，甚至期待自己也能拥有这样一段不被定义的春日时光。作为 Michael Kors 深度合作的品牌艺人，檀健次与 MK 之间的默契早就不是简单的穿什么拍什么，而是一种生活哲学的同频共振。MK 从创立之初骨子里就刻着 Jet Set 的基因，推崇自由、随性、不被框架束缚的出行方式，既有轻奢品牌的精致底蕴，又始终紧贴日常生活的烟火气。他不教你怎么成为别人眼中的时尚 icon， 而是鼓励你在赶地铁、喝咖啡、逛老街的日常里，依然能保持体面与从容。而檀健次本人恰恰是这种态度的绝佳载体。荧幕上的他，角色跨度极大，从清冷全沉到市井小人物，每次都能精准撕掉前一个标签。舞台上的他，唱跳张力拉满，控场能力没得挑，但回归生活，他却始终保持着一种不赶时间的节奏感。他不盲目追逐流量风口，也不被外界贴上的标签绑架，就是按自己的步调，认真拍戏，好好生活，感受四季更迭。这种在快节奏名利场里依然能守住内心秩序的能力，本身就很难得。我越来越觉得，品牌选人选的从来不只是脸和身材，而是灵魂底色是否契合。当一个人的生活态度与品牌精神高度重叠时，那种穿在身上的自在感是演不出来的。这种双向奔赴的默契，确实让人对未来的合作充满期待，也让人看到商业与艺术之间其实可以存在一种非常体面且真诚的对话方式。春光漫过老巷，蓝衫映衬少年，这组 Michael Kors 春日街拍照，说到底是檀健次在忙碌的工作间隙随手交出的一份生活答卷。他没有宏大的叙事，也没有刻意的炫技，只是安安静静地记录了一个人在春天里该有的模样，轻盈、松弛，带着点不经意的温柔。对于常年连轴转的艺人来说，能在这种碎片化的拍摄里依然保持如此稳定的情绪输出和状态管理，本身就是一种专业素养的体现。而对我们普通观众而言，这组片子更像是一剂温和的春日安慰剂，
提醒我们在赶路的同时，也别忘了抬头看看树影，吹吹微风，穿一件让自己舒服的衣服。期待未来的他能在更多角色里继续打破边界，用作品说话，也期待他在私下的时光里依然能保有这份不疾不徐的从容。毕竟，能在这个人人都想快一点的时代里，敢于按自己的节奏慢慢走的人，本身就足够耀眼。私心希望这份被春光偏爱的松弛感能一直伴随他往下走，解锁更多不被定义的精彩。毕竟，最好的状态从来不是活成别人期待的样子，而是活成自己最舒服的模样。